大家好，苹果爹。那我们今天的造型比较怪啦，因为要庆祝 Apple Vision Pro 终于在台湾上市，我今天就带着 Vision Pro 来播报新闻。那我们今天有一些新闻，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那我们来快速跟大家分享。在苹果工作真的是完全没有隐私跟没有自由吗？现在有这个新闻提到，一名叫 Amar Bhakta， 那我的发音不一定对，在加州的苹果员工，他向苹果提出诉讼，他指控苹果侵犯到员工的隐私，并且压制员工的言论啊，还有收回已经赚得的工资。那根据这个报道指出呢，这个诉讼让我们看到苹果对员工监控的强度，那也是这位员工所提到的苹果权势之眼。那这个员工表示呢，苹果禁止他在 Podcast 上面讨论自己的工作经历，并要求他从 LinkedIn 的个人资料移除关于工作条件还有经历的讯息。那这使得他和其他员工没有办法充分描述自己的工作职责啊、成就啊，还有专业成长。那可能在未来他们在其他的职场发展还有求职上面会受到一些限制。那同时他也提到呢，苹果的政策不允许员工在离职后分享他们在苹果学到的技能、知识还有经验。那也禁止他们和其他员工还有外界交流有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比如说骚扰、歧视或者不公平的对待。那同时他也提到这个员工设备监控的问题。那因为苹果要求员工使用苹果的设备嘛、软体还有服务，那这点我应该没什么问题。那这些设备呢，在非工作的时间也会收集还有使用员工的个人数据。那诉讼里面提到，苹果可以对员工在公司的场地，包括在家中办公的时候，这时使用的苹果和非苹果设备还有其他的财产进行搜查。那这种严密的控制呢，让他们员工的工作还有私人的生活都很难分开。那下一点呢，就是苹果产品的强制使用。他提到呢，苹果强制员工使用苹果的协作工具，并要求用到 iCloud 的账号。那有时候还必须用到个人的 iCloud。那他表示呢，他可以选择使用公司提供的 iPhone 或是自己的个人手机来工作。但他选择使用个人手机的时候呢，苹果会安装一个 eSIM 还有 VPN 在里面，并要求他使用个人的 iCloud 账号与同事协作。那他认为这迫使他成为苹果的消费者，并在可能结束这段工作啊，以后再换到其他工作的时候，也不得不继续依赖苹果的产品和服务。那这名员工呢，是在2020年7月的时候被苹果雇佣为数位广告技术还有操作的经理。那同时他也被要求签署这些 NDA 啊这些政策的文件。那这个诉讼的目的啦，应该是要寻求加州劳动法的赔偿，还有适当的禁令救济。那想要保护其他加州苹果的员工，未免受到未来侵权的行为。那我自己的看法，大概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那首先是苹果怎么控制员工的个人生活啊这些讨论的部分。那这种强制使用苹果的生态链的这个系统，那可能会让员工感觉生活与工作很难去受到分离。那如果他们今天想要使用别的品牌的装置啊，或是服务性产品，是否可以？那同时呢，限制员工对外的交流，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一点压抑员工可能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那特别如果是关于这个职场骚扰还有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办法提出讨论，或许可能很多员工碰到类似的状况，但是你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你也不敢讲出来。那另一点，我们也知道，苹果自己本身有非常多的商业机密，他们在世界这个市场上面的竞争随时有非常多的厂商想要知道苹果下一步在干嘛。那很自然的，如果员工可以很自由、很轻松的在外面讲很多自己做的事情，那也变成说他们的商业机密没有办法受到保护。那这种时候要如何去保护这家公司的商业利益呢？我觉得这点也是有困难。那另一方面，他们在对消费者这一端常常去强调他们对隐私上面的重视。那这一点我在使用上面我也是相信这一点。但是同时呢，对员工的这些要求呢，又带来了一些矛盾了。可能员工会觉得说，苹果对消费者来讲是那么保护他们的隐私，但是如果当你在里面工作的时候，反而自己要牺牲出非常多自己的隐私出去。那当然这之间我觉得可能是非常难去抓到一个平衡啊，保护公司的利益，保护他的商业机密，那同时也要给员工足够的自由，这之间真的是非常的困难。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诉讼未来会怎么发展，可能会奠定一个蛮重要的基础，就是说这些科技公司在管理员工隐私上面啊，还有这些资料的使用上面，政策上面要怎么去拿捏。那其实非常多这种科技大公司你在不同的部门，你可能也完全不会知道其他人在干嘛，因为他们习惯用这种方式去保护他们公司的机密，所以对很多不是自己部门或是在做相关案子的员工，你完全也不应该去提到你在做什么。那其实我也想不出来未来有什么调整的方向可以让这件事情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那尤其在一个比较偏自由派跟比较偏左派的加州，我也蛮好奇这个诉讼结果会带来什么改变。好，那 iPhone 17到底会使用铝合金还是钛合金？因为先前我们有一个爆料的新闻指出iPhone 17可能全系列都会改成使用铝合金来当它的外框。那现在有另外一个爆料在微博上面指出来，爆料者名字叫做 Instant Digital， 他说 iPhone 17 Pro 系列将会持续使用钛合金金属的机身，而不是先前有报道的铝合金。那其实早点的爆料是从这个 The Information 报道出来，他说 iPhone 17全系列会采用铝合金，那会首次将 Pro 和非 Pro 系列之间的材质差异取消。因为如果要比较确切来讲从 iPhone 换到 iPhone 10开始呢，他们外框就改成不锈钢的金属。那到后来有 iPhone XR 还有 iPhone 11数字系列开始，他们也是用不锈钢跟铝合金去做出这之间的差异。那所以呢，
呢，使用不同的这个金属，不管是不锈钢或是钛合金，一直是作为旗舰系列重要一个卖点，那让受众可以非常清楚知道说，这个是 Pro 版本，这个是数字系列。但微博这个爆料者认为呢，苹果不太可能去舍弃这个卖点，因为这个跟苹果他们在长期以来高端产品上面的行销策略就是不一样。那他也反问到，如果转回使用铝合金，那苹果要怎么去推销这一点？怎么去强打说让消费者愿意花更多钱去买到 Pro 系列？那这论点似乎有点道理，但相对来讲呢，因为先前的爆料指出呢，铝合金加上新的这个长方形相机模组的设计，会是明年 iPhone 17主要一个设计的改变。那他也提到说，使用铝合金呢，其实最大的因素在于降低它的重量，还有它生产的成本。那新闻里面也有提到，其实苹果先前有推出一些比较高端的技术，但是在几代之后取消，比如说 3D Touch 嘛，最早在 iPhone 6s 上来。那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用那个技术，我觉得它是一个苹果区分自己界面操作和其他厂牌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那它也真的有它的实用性，但是在 iPhone 11的时候，这个功能就被裁撤掉了。那据当时的说法呢，就是为了节省成本，那苹果用长压加上震动回馈的方式来取代 3D Touch。那如果苹果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解方，说要取消钛合金，好像也不是完全不可能。那尤其它里面的出发点呢，是说优化它生产的成本啊，还有改变整个产品的定位情况下。那所以我的看法呢，我觉得这两个不一样的爆料点呢，可能这苹果它的设计策略跟正在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不是有必要花更多的成本，就是为了这个材质上面的突出、行销上面的用语？那到底这个高级感对产品受众的吸引力是多大？会不会很多用户其实买 Pro 系列本身也不知道它的外框到底使用的是钛合金还是铝合金？那尤其在15系列使用钛合金之后，他们使用这种磨砂感的钛合金，那其实跟铝合金在触感跟视觉上面已经有点难看出差距。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合理的走向，就让他们刚刚提到的成本还有重量的减轻，因为其实在 iPhone Pro 系列来讲，它对比其他厂牌这些旗舰机它的电池容量一直不是最大，但它的重量却都是最重的。就是说它在提供内部组件，可能在镜头的规格没有人家好，然后电池容量没有人家大的情况下，但你换来的是一个更重的手感。那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但我相信使用铝合金能减少几克的重量。那今天不管苹果 Pro 系列维持这个重量区间，但是在可能里面零组件电池容量上面再去增加的情况下来做到最好的平衡。那或者是单纯就是成本上面的考量，觉得说我今天有不同设计跟加工的方式，我可以让铝合金看起来也是非常的高级。那上支影片我们也提到，其实在 Google Pixel 的 Pro 系列它也是使用铝合金，但是它因为用抛光的方式让它看起来非常像不锈钢，那也直接跟他们的入门的数字系列做出一个非常明显手感还有视觉触感上面的差异。那苹果在金属加工上面一直非常的强嘛，那如果他们找到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行销这个东西，或者说这次真的是整个外形大改版，他们可能更强调在他们镜头上面的进步 AI 上面的进步，带来新的设计语言。那会不会或许很多消费者其实不太在意是铝合金还是钛合金？那不管怎么说现在距离 iPhone 17上市还有非常久，好像也剩下9个多月而已讲讲也非常的快。我们距离发布的时间越近，自然会有越多跟越准确的消息跟大家分享。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下面一起讨论哦。好，那第三者呢，就是特斯拉终于有 Apple Watch 用户专有的 App， 那在这个月就即将推出那这次你可以使用 Apple Watch 来直接解锁车辆、开启行李箱，那甚至调节车内的温度。那基本上就手机版上面有的功能，它都会尽量完全移植到它的 Watch OS 版本上面。那过去特斯拉的车主呢，如果要做一些比较深层的操作在手表上面的话，就只能用第三方的应用程式像是 Watch for Tesla。那这种可能在一些人的想法上面觉得说，它的这个隐私这个安全性上面是不是有点需要担心？那现在当然有官方的 App 出来了，对车主来讲应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如果你在 iPhone 上面已经有装特斯拉的 App， 通常它在推出的时候就会下载到你的手表上面，那看你怎么去设定。那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到你手机上面的 Watch App 去下载去植入这个 App。那这个是目前在 Watch OS 的版本，在 Google Android 上面的 Wear OS 目前还没有听到说要推出这个版本，但我想应该也在不久将来会做到。那最后呢 Intel 的执行长 Pat Gelsinger 宣布退休，或是被宣布退休，那结束了他在这家晶片巨头的困难任期。那其实从2021年接任以来呢 Gelsinger 面对苹果支持晶片的挑战还有 AMD NVIDIA 那甚至高通，那据说他曾经试图夺回苹果的业务但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苹果在2020年宣布从 Intel 转向自家设计的苹果晶片，他们说对 Intel 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其实苹果市占率也没有那么大，但是反而是另外让市场上看到说 M1 晶片的高性能低功耗，让大家看到说选择这个 ARM 架构的处理器似乎是有它的道理在。在他上任之后呢，他强调要打败这个 Lifestyle Comlink， 就有点在暗损苹果，说他们不是真正的科技厂商，但同时又希望将苹果拉回到 Intel 的客户名单中，这个两面手法也蛮有趣。那他甚至还愿意成为苹果的代工厂合作伙伴。然而尽管他在过去几年努力改进 Intel 的制程，那投资建设新厂还得到非常多的政府补助款，但他还是没有办法阻止市占率的下滑。那甚至在 AI 的
领域呢，也被 NVIDIA 甩在身后。那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长期的改建计划，但是在董事会上面，他没有办法持续去说服他的董事会成员，让他们对他的续任维持信心。那所以现在在他退休之后呢 ，Intel 会进入一个过渡期，有2位联合执行长代理。那这段时间非常重要，不管是将来是谁要来接任哦，他可能要稳住现在公司的基本盘，那同时要解决这几年来遗留下来的问题。那刚好现在又是在 Intel 一个面对最大挑战的时刻。刚提到不管是 AMD、NVIDIA、高通或是苹果，那尤其是在面对未来的 AI 晶片，我觉得这一步真的是要走得非常的小心。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4则新闻啊，从苹果员工的隐私诉讼啊，到 iPhone 17 Pro 到底是用钛金属还是铝合金，再到特斯拉的手表 App， 还有 Intel 的 CEO 退休。那不管你对哪则新闻比较有兴趣，我们做这种新闻分享，最希望就是得到观众的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或一起讨论你们对新闻有什么不一样的角度。那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